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深邃思考与诗意表达的书，《二之花》（Les Fleurs du Mal）。这本书由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夏尔·波德莱尔 （Charles Baudelaire） 创作，被誉为西方现代诗歌的奠基之作。波德莱尔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大胆的笔触，揭示了人类内心深处的阴暗面，同时也展现了美与丑、善与恶之间的复杂关系。《二之花》不仅仅是一部诗集，它更是一部关于人性、道德和艺术的哲学探讨。波德莱尔通过他的文字，引导我们直面内心的黑暗，审视那些我们常常回避的情感和欲望。这本书的价值在于，它不仅挑战了传统美学观念，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美，什么是真正的善。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是否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的阴暗面？是否愿意承认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情感和欲望？据说，著名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卡尔伊翁曾说过，直到你直面自己的阴影，你才能真正认识自己。二之花正是这样一面镜子，它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阴影，并从中找到自我救赎的力量。二之花的核心理念：美与丑的辩证法。二之花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美与丑的辩证法。波德莱尔认为，美不仅仅存在于传统意义上的美好事物中，它同样存在于丑陋、痛苦和罪恶之中。他通过诗歌表达了对传统美学的颠覆，揭示了美与丑、善与恶之间的复杂关系。波德莱尔的这一理念深受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。他相信，艺术的任务不仅仅是表现美，而是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。这种真实往往包含着痛苦、丑陋和罪恶，但正是这些元素，构成了人类经验的完整图景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教导要追求美好，避开丑陋。然而，波德莱尔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成长和自我认识，往往来自于对内心阴暗面的正视和接纳。通过阅读《二之花》，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在生活中应用这种辩证思维，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自己和他人。波德莱尔在《二之花》中写道：在恶中，我找到了美。这句诗深刻地表达了他的美学观。通过这句诗，他引导我们思考，是否在那些被我们视为邪恶或丑陋的事物中，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美丽。二之花中的重要习惯：直面内心的黑暗。波德莱尔在《二之花》中反复强调一个重要习惯：直面内心的黑暗。他认为，只有当我们敢于正视自己的阴影，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超越。这一理念基于心理学的阴影理论。荣格认为，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一个阴影，即那些被压抑和否认的情感和欲望。只有当我们承认并接纳这些阴影，才能实现心理上的完整和健康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应用这一习惯。首先，定期进行自我反省，识别那些被我们忽视或否认的情感和欲望。其次，尝试与这些情感和欲望进行对话，理解它们的来源和意义。最后，学会在日常生活中接纳和整合这些阴影，从而实现更全面的自我认识。波德莱尔在《二之花》中写道：我是一个伤口和一个刀刃，我是一个受害者和一个刽子手。这句诗生动地描绘了人类内心的矛盾和冲突。通过这句诗，它提醒我们，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光明与黑暗，只有当我们正视这些对立面，才能真正认识自己。二之花中的艺术观。艺术是揭示真实的工具。波德莱尔在《二之花》中表达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观。艺术不仅仅是美的表现，更是揭示真实的工具。他认为，艺术的任务是揭示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，包括痛苦、丑陋和罪恶。这一理念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。象征主义者相信，艺术作品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象征着某种更深层次的意义。通过艺术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经验和内心世界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欣赏和创作艺术作品来应用这一理念。首先，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艺术作品，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层意义。其次，尝试通过艺术创作，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。最后，通过艺术与他人分享和交流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共鸣。波德莱尔在《二之花》中写道：艺术是火焰，是光，是生命。这句诗表达了他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热爱。通过这句诗，他提醒我们，艺术不仅仅是美的表现，更是揭示真实的工具，是点燃生命之火的光辉。二之花中的道德观。超越传统的善恶观念。波德莱尔在《二之花》中挑战了传统的善恶观念，提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道德观。他认为，善与恶并不是绝对的对立面，而是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的。这一理念基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。相对主义者认为，善恶观念是相对的，它们随着文化、历史和个人经验的不同而变化。波德莱尔通过《二之花》表达了对这种相对主义的认同，并试图通过诗歌、
揭示善恶之间的复杂关系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应用这一理念。首先，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善恶观念，理解他们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变化。其次，尝试在生活中实践一种更为宽容和开放的道德观，接纳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。最后，通过反思和自我反省，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道德观念，从而实现更全面的自我认识。波德莱尔在《恶之花》中写道：“善与恶是双生的”这句诗深刻地表达了他的道德观。通过这句诗，他提醒我们，善与恶并不是绝对的对立面，而是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的。通过这句诗，他引导我们思考，在我们生活中有哪些善恶观念是可以重新审视和理解的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通过今天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《恶之花》不仅仅是一部诗集，它更是一部关于人性、道德和艺术的深刻探讨。波德莱尔通过他的文字，挑战了传统的美学和道德观念，揭示了美与丑、善与恶之间的复杂关系。我强烈建议大家去阅读《恶之花》，去感受波德莱尔那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文字，去思考那些我们常常回避的问题，去直面我们内心的黑暗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我们可以学会如何更全面地理解自己和他人，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一种更为宽容和开放的道德观。记住，正如波德莱尔所说，在恶中，我找到了美，让我们勇敢地面对内心的阴影，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，去拥抱那些我们曾经视为丑陋和罪恶的事物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超越，才能真正绽放生命之花。让我们一起，在波德莱尔的引导下，走向一个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在阅读《恶之花》的过程中，能够获得启发和力量。